以后家里面的插头像这样从根部断掉了，千万不要着急花钱去买新的。今天教你一招完美修复，修复好比新的还耐用，快一起来看看吧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生活妙招。这些插头啊，每家每户都有，比如说电风扇插头、电饭煲插头等等，甚至是插排的插头。但是用久了之后，它都会出现断裂的情况。很多人会选择重新买一条线，其实大可不必。这里我们只需要用剪刀将断裂处给它剪下来，最后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插头。下面来看一看我们怎样给它进行修复吧。首先，我们用锯条把插头下面的两端外皮给它锯下来。当然，如果你家没有锯条，也完全可以找出家里面的美工刀，刀一定要锋利。我们将刀给它推出来一小节就可以了。然后用刀将这个外皮给它分裂开。记住哦，这里千万不要切到底，否则就有可能将里面的线给切坏哦。直到两边都用这个方法给它切开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将插头给它掰开，记住哦，外面这一层线皮千万不要给它掰断了。这里只需要将它分开，露出里面的三条线即可。像这样就好了。接下来用打火机烧一烧，将里面的线皮给它烧软，然后用手将外面的线皮给它去掉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把三根线外面的线皮依次用这种方法全部给它剥开，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插头。然后将里面的铜丝全部给它拧在一起，拧好之后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最后再次用刀将线的另一端去掉外皮，同样露出里面的三条线就可以了。还是用同样的方法，先给它烧一烧，直到烧软，最后再去掉外皮。如果怕烫的朋友也可以用包线器，直到里面的三根线全部这样包好。同样将里面的这些细铜丝，咱们给它拧在一起。拧铜丝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给它拧紧，并且要多加小心，因为铜丝它比较细，也比较坚，一不小心就会将手刺伤哦。直到拧成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拿出另一端的插头，然后我们开始接线。接的过程当中，咱们一定要接对，里面的三条线颜色各有不同，所以相同的颜色咱们给它连接在一起，千万要看清楚哦。这里我们先把这一条蓝色的线给它拧在一起，这里一定要给它拧得特别牢固哦，否则一不小心它又会分裂开。拧好之后，我们用一份小硬胶布从中间给它分开，防止三条线碰线而导致短路或者断电哦。这里包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包的结结实实哦。包好过后，里面的每一条线都用这个方法给它接起来。全部接好以后，再用电胶布把三条线给它缠在一起。这里主要就起一个固定作用，千万不要缠得太厚哦。然后用剪刀把电胶布剪开，最后将分开的两层外皮给它这样合拢。但是这样肯定不是特别的牢固，
有很多朋友都会直接用电胶布来粘上，那样同样会不牢固哦。这里如果有扎带，最好用上2根扎带，然后我们用扎带先把分口处这样牢牢给它固定起来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家没有扎带，那么也可以用细铁丝来代替扎带哦。记住，断口处一定要给它绑得结结实实的，这样防止出现2次断裂。然后我们再用第2根扎带和第1根扎带的反方向，这样给它固定起来。为什么要反方向呢？接着往下看你就知道了。直到用扎带固定好之后，然后把2条扎带分别给它按压下去，像这样。最后再次用电胶布给它牢牢的固定起来哦。这里如果不好操作，我们可以一根一根的扎带给它固定2、3圈就行。然后将后面多余的部位给它剪掉，而另一条扎带，我们参照第1条扎带，从长度差不多的地方给它剪下来，然后将它按压下去，再用同样的方法给它牢牢的固定起来。这里我们就可以给它多缠上几圈，因为已经不需要剪掉了。我们需要从头用电胶布给它缠到尾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可以使我们断裂处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，并且无论你怎么拉，因为有扎带在上面的原因，基本上不会再出现2次断裂的情况了。而像上面这种断裂处，我们一定要用电胶布给它多缠上一些，这样不仅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牢固，而且可以防止一不小心进水而导致软垫哦。当然，这样包裹起来并不是很美观，但是它是特别的好用哦。通过这种方法修复起来的插头，就算再用上个1、2年也不成问题哦。剪掉胶布，这样我们的插头就已经修复好了。无论你怎么拧或者怎样拉扯，都不会再出现断裂的情况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如果你家也有断裂的插头，那么不妨用这个方法试一试吧，感觉比新的还牢固哦。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